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法国那边最近又乱套了，而且这一次折腾的主角竟然是一群小屁孩儿。哎，你说这个事儿稀奇不稀奇？说起这个法国，咱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浪漫埃菲尔铁塔下亲吻的情侣，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各种奢侈品店，还有塞纳河畔的音乐，都让人向往。但是最近的新闻却跟浪漫一点都不沾边，全是暴力和混乱，又是宵禁又是城市游击战，还有毒贩横行，这哪是人间天堂啊？这简直就是犯罪片现场啊！今天咱们就聊聊这浪漫的法国到底是咋了？这事情得从法国的几个城市的宵禁令说起。哎，你能想象吗？16岁以下有些城市甚至13岁以下的孩子晚上都不让出门。其实在咱们这儿家长是巴不得孩子时时刻刻都带在身边，可是法国这帮孩子那是真能闹腾啊！就说这个利摩日吧，名字是听着挺洋气的，但这个市长都快愁秃了，上百个蒙面小年轻拿着棍棒、燃烧瓶甚至是土制炸弹，跟这个警察对着干呀，那场面跟战争片一样市长都说这是城市游击战。哎，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这个？更可怕的是这些孩子有组织有预谋，还有人指挥。更离谱的是，尼姆据说已经被毒贩控制了，他们发这个威胁短信，直接威胁老百姓别出门，还说5岁小孩都不放过，这简直是丧心病狂啊！这个网上还有照片，2个蒙面人穿着黑衣服，拿着冲锋枪拦着清洁工不让收垃圾，这个清洁工都吓哭了说要这个警察保护才能上班，这哪是文明社会简直就是黑帮片里的场景。前几天呢，尼姆附近还发现了一具尸体，是一个19岁的小伙子，烧得不成样子这个社会治安都成啥样了？这哪是法兰西，简直就是法外之地更让人心寒的是这些犯罪分子很多都是未成年人。哎，你说这法国孩子怎么就这么能闹腾呢？这事可不是一句孩子不懂事能解释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首先现在是暑假，这孩子们没有学校的管束，这家长也管不住，可不就撒欢了吗？咱们小时候放暑假也是想干点刺激的事儿，但是顶多就是什么掏个鸟窝啦，下河摸鱼啦。但是法国这帮孩子直接玩城市游击战了呀，这差距太大了，这说明他们的成长环境有严重的问题。再一个呢，这跟法国的国情也有关系。这个法国的种族问题、宗教问题、移民问题、经济问题都搅合在一起，啥事都能发生。这马克龙都说了，让这个家长看好自己的孩子，别让他们出去闹事儿。可是有些家长那可是真管不了那自己都吃不饱饭，每天为了这个生计奔波，哪还有心思管孩子？更何况有些家长自己就是问题少年，又怎么能教育好孩子呢？而且这个法国的移民政策也得说道。当年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大量引进移民，结果呢，这个移民他融入不了主流社会，文化冲突越来越严重，贫民窟越来越多。这帮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哎，你说他们能学好吗？他们看不到希望，感受不到公平，那自然就会产生这种不满和愤怒最终就会走上犯罪的道路。我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纪录片，它讲的就是这个法国贫民窟的孩子，他们从小就生活在这种犯罪毒品暴力之中，根本就看不到未来他们的梦想不是成为什么科学家、艺术家，而是成为黑帮老大，拥有金钱和权力。哎，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哀想当年这个法国骚乱的时候，有个老爹更绝直接把闹事的儿子塞到后备箱里拉回家了。这个画面是有点喜感，但是喜感的背后却是深深的无奈这位老爹可能也知道靠自己根本就无法改变孩子的命运，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一步步走向深渊。其实说白了，这个法国的问题那是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总得爆发出来。那这帮孩子呢，他只是一个导火索，这就像一个高压锅，这个压力太大了那总得有个地方泄气不然就得爆炸要说这个法国隔3差5就得乱一次，那个汽车那是烧了一辆又一辆。哎，你说这个法国孩子在这种环境下能学好吗？我有个朋友前几年去这个巴黎旅游，结果刚下飞机就被这个偷了钱包。你说这个巴黎他也真的是名不副实浪漫之都变成了小偷之都。前阵子呢，这个巴黎圣日耳曼拿了欧冠，这本来是一件挺高兴的事
可是结果呢，这巴黎又开始烧汽车、砸玻璃了。哎，你说说这都什么逻辑啊？赢了球就得闹事儿，这简直就是足球流氓的狂欢啊！这帮人根本就不是为了庆祝胜利，而是为了发泄不满，为了趁火打劫啊！这事儿真让人哭笑不得啊！哎，你说这个巴黎的汽车也是真倒了霉了啊，隔三差五就得换新的。还有就是那些商家啊，都来不及关门钉门板就得遭殃啊！这就像是过年放鞭炮，噼里啪啦一顿响，热闹呢是热闹，可也得付出代价呀。这法国政府他也不是没想办法啊，这不就搞了个什么宵禁嘛？可是问题是这个宵禁它能管用吗？历末日的这个警匪对峙就是个例子，警察根本就管不过来啊！这个毒贩都控制街区了，哎，你说这个宵禁有啥用？这就像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啊！其实吧，法国的问题啊，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这个治安差、治理差，这都是老毛病了。要我说啊，还是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呢，改善一下这个移民的生存状况，加强教育，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啊，等等。但是这个说起来是容易，做起来太难呀。这需要这个政府拿出来真正的决心和行动，更需要这个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啊。当然了，这个法国的问题它也不是个例。伦敦、柏林、芝加哥、纽约，哎，哪个城市没点糟心事啊？这特朗普时期、拜登时期，美国的街头也烧了不少车，这个商店也是遭了不少零元购，甚至有时候啊，这连警察局都被烧了。这其实是西方社会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社会撕裂、贫富差距大、种族歧视严重，这些都是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源呀。这就像是一个火药桶啊，随时都有可能爆炸呀。一个国家有多元声音啊，其实是好事，但是如果社会各种撕裂，经济乏善可陈，街头纵火闹事，法治形同虚设，这就真不是什么好现象了。破窗效应之下啊，一些未成年人都成了犯罪的主力军，不禁就让人发问啊，这个教育是怎么了？家庭教育是怎么了？这社会又是怎么了？这教育根本就没有起到教化应有的作用，学校教育是这样子，家庭教育更是这样，社会教育啊更是如此。这家长呢忙着赚钱养家，根本就没时间管孩子，孩子从小就缺乏关爱，你说他们能学好吗？社会呢是充斥着各种负能量，孩子们呢是耳濡目染，又怎么能健康成长呢？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有了这个街头实践的经验，这些孩子长大后，街头会更加平静，还是更加热闹？这简直就是细思极恐啊！还让人哭笑不得的一点是，这个自己国内啊都一团糟了，但是有些西方国家却总是喜欢教育别人，哎，你们不能做这，你们不能做那，这简直就是50步笑100步呀！和谐社会真的很重要，这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更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实现的，这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啊！需要这个政府的有效治理，也是需要每个人的自觉遵守。哎，还是那句话，我们呢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只是有幸啊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中国。我们所习以为常的这种平静的生活啊，却是很多国家民众最羡慕的。当然啦，做好自己的事情啊最重要。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为国家的这种繁荣昌盛啊贡献自己的力量。好啦，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小懒，我们下次再见。